在千门八将当中，有一个顶尖的做局手法，叫做顺斋古灌局。当年美国就是用这招把小日子搞得半个世纪都抬不起头。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管仲也是靠这个手法，不费一兵一卒就歼灭了鲁国。时至今日，还有不少顶层的人士还在用这个局来控制大多数的人。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聊顺斋古灌局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还是老规矩，喜欢玄学、喜欢传统文化的，可以在我的主页粉丝群领取课程和资料，参加免费的学习。当年齐国想要灭掉鲁国，但是鲁国也兵强马壮，人丁兴旺，打起来不一定有胜算。于是齐国的管仲呢，就想了这么一招。当时鲁国它盛产一种布料叫做鲁缟，这种鲁缟呢做衣服很漂亮，然后管仲就让齐国大量进口鲁缟。很快这鲁缟就被炒成了天价，老百姓一看做鲁缟来1000块呀，那谁还种地呢？反正有钱了，粮食直接买不就完了。突然有一天，齐国停止向鲁国购买鲁缟，也不会给他们出口粮食，鲁国的布也就卖不出去了，地呢也早就荒了，一时间尸横遍野。齐国毫不费力的就把鲁国给灭了。但是管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招会在2000多年以后成为大洋彼岸漂亮国的杀手锏。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不断的下调利率，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大量美元流入了日本，导致日本的楼市、股市泡沫式的疯涨，整个东京地价顶上了大半个美国了。然后年轻人大多数也不会去上班了，都去炒股炒楼。很快呢，美国宣布加息，日本受制于广场协议，不得不跟着加息。美国的回流导致整个日本楼市泡沫破裂，年轻人手里的房子变成了摆设，股票变成了废纸。当时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日本一时间哀鸿遍野，以至于之后20-30年不再有什么声音了。但是听完这2个故事，可能有人又说了，这不就是利用每个人性的贪欲来操控人性吗？这种公开的秘密有什么大题小做的呢？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顺斋古灌局作为36天局的名号也就太名不副实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顺斋古灌其实利用的不是人性的贪欲，而是思维惯性。7情6欲加上贪吃嗔是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的人性弱点，可是惯性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人性漏洞。当年鲁国一定会认为鲁缟一定会一直热卖下去，当时的小日子呢也觉得楼市和股市也一样会这样涨下去。这就是思维惯性，一旦你的思维惯性形成了，我就可以操控你做任何的事情。当然了，千门八将局很多，今天说的这一个呢才是冰山一角，感兴趣大家可以多做了解。然后喜欢易经传统文化，我们粉丝群见。赵州桥居然存在着至今无法复制的黑科技。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协会选出了我们中国2个建筑奇迹，一个是我们的万里长城，第2个选的是哪里呢？赵州桥。很多朋友听到这里觉得不可思议，一座桥它怎么能和长城齐名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它。老规矩，喜欢玄学来我主页粉丝群领取课程和笔记。赵州桥它建于隋朝，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个拱桥。那么这个拱桥为什么会被土木工程协会列为奇迹呢？因为赵州桥历经1400多年，它在历史上经历过10几次的大洪水的冲击，并且还经历过多次的大地震。比如1966年，河北赵县这边就发生过一个叫做邢台大地震，规模7.2级，当时房屋倒塌了508万间，死亡4万多人。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这个地震的规模可以说是山崩地裂，当时所有的桥梁都垮塌了，包括很多现代的桥梁都垮塌了，唯独这个赵州桥屹立不倒。很难想象，在这1400多年前的老古董，它不光光是经历了时间的侵蚀，在这期间它还经历了无数的战争、洪水还有地震，但是都没有让它分好，简直是不可思议。想了解古人更多的智慧来粉丝群见。赵州桥它居然能和长城齐名，被评为中国2个建筑的奇迹。我们看这2个图第一张是大多数的拱桥，这样设计呢也很符合力学的原理，所以也能很结实。第2张呢就是赵州桥，虽然也是拱桥，但是却和其他的拱桥不一样，看上去并没有那么结实，但事实上呢，它比任何一座桥都牢固，架在那里1400多年不摇不垮。因为赵州桥里面有古人设计的黑科技，还是老规矩，感兴趣易经玄学的，在我的主页粉丝群领取免费的学习课程和资料。后来在赵州桥里面发现一个石碑，上面写着赵州桥是隋朝一个叫做李春的匠人做的。李春一个历史上无名之人，竟然能做出这种连现代人都吃惊的奇迹建筑。
要知道我们古代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钢筋和水泥，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古人把贝壳磨成粉，再加入糯米，再加入一种特制的石灰等等，用这些东西做成无比坚硬并且重量很轻的石头，之后呢，再用铁水来灌溉，把这些石头都牢牢地粘在了一起。但是铁水它又很重，然后他们又加入一种神奇的东西叫蓖麻。我们不清楚古人是如何研究出来的，又把这些看似不着边的东西都混合起来做建筑，然后就形成了这座桥。用重的部分把整座桥梁给拉住，又用轻的部分和重的部分做了一种平衡。或许这就是赵州桥1400多年来屹立不倒的原因。如果想了解古人更多的智慧来我的粉丝群。最近网络上流传这样一个影片，一颗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的头像被放在实验台上，和我们印象里的兵马俑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这么鲜活？影片当真没有被润色或者是编辑过吗？秦陵的挖掘到底又挖出了哪些新东西？还是老规矩，喜欢玄学传统文化的，现在我主页粉丝群领取课程和资料，可以和我一起参加免费的学习。考古专家考证，整个秦陵的面积足足有78个故宫大小，目前已经发掘的区域还不到3%。但是我们可以联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曾经有一个传说，我们一直无法理解。1974年陕西大旱，当临潼县的村民打井的时候，挖出这些兵马俑，他们为什么会惊恐到把这些人当妖怪先给打碎？现在是不是就突然理解村民了？看着眼前这些没有被氧化的兵马俑头像，似乎真的就像挖出了妖怪一样。但是话说回来，毕竟官方还没有100%的确认这段影片的真实性。在2023年3月份的新闻通报当中，有关秦俑的颜色消息，官方也只是简单的提到了他们目前掌握的修复技术，原文大概是这么说的。修复专家的主任说，他们目前所使用的技术叫做覆网膜回贴法。比如现场发现了一具彩绘的军官俑，虽然彩绘的颜色已经脱落了，并且还和已经压在陶俑上的泥土粘连，但是通过他们的回贴技术，可以使整个的手臂都完整的修复。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技术呢？先前我们介绍兵马俑彩绘俑的时候不是说彩绘是非常难以保存的吗？目前并没有100%可靠的技术吗？原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先前我们在那期节目里介绍了中德两国的专家正在共同研制一种彩绘的保存技术。当时我们提到的导致彩绘俑脱落的罪魁祸首就是生漆，而生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奢侈的古代防腐材料，是来源于漆树的树叶，而古代的木器、陶器上涂了这种生漆以后再上色，不仅可以千年不腐，还可以让色彩更加的鲜艳。比如马王堆里出土的漆器2000多年了，展出的时候还跟昨天刚刚上漆效果一样。秦始皇当年也是想要这种效果，但是秦始皇失算了。为什么马王堆里挖出的漆器如此光鲜亮丽？为什么曾侯乙墓里挖出的漆器也不会褪色？那是因为马王堆2000多年没有漏气，环境十分干燥。曾侯乙的墓泡在水里，环境湿润。考古学家有个说法叫做千干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秦始皇万万都没有想到，因为骊山的土壤半干半湿，这样一来，当它被挖掘出来的一瞬间，湿度被破坏，带着颜料一起脱落，这个过程也非常的快，通常也只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